1968年7月1日下午4点10分，长春站站台上稀稀拉拉的旅客正在排队检票。由长春开往北京的34次列车已经整备完毕，静静地停在铁轨上。11个车厢，1个牵引机头，626号蒸汽机车，看着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司炉工往炉膛里添了几锹煤，黑烟从烟囱口冒出，在夏日午后的天空里缓缓升腾。这趟车是解放前的老车型，车厢的绿漆已经有些斑驳，车轮上的铆钉清晰可见。可谁也没想到，这趟车后面的事儿会邪门到惊动全国铁道部、国家安全局一块找，找了30多年都没找着。他是怎么丢的呢？听我慢慢给你讲。列车按点出发，一路向北，第一站是四平。车上的乘客三三两两聊着天，车窗外的农田和村落缓缓后退，一切正常。傍晚时分，列车抵达沈阳站，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在沈阳站发生了一件让车上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站台上整整齐齐站着一队人，2个戴着大檐帽的司法人员，穿着笔挺的白制服，身后是7个穿着绿色军装背着步枪的公安部队战士，压着36个人。那36个人清一色的灰布衣服，剃着平头，手上戴着铐子，用一根铁链串在一起。这是一批正在服役的劳改犯，要被转移到北京去。站台上拉起了警戒线，旅客们隔着车窗往外张望，纷纷议论。列车长迅速和沈阳站的工作人员完成了交接手续，一节特殊车厢被挂到了列车尾部。那是一节加挂了铁栅栏的车厢，车窗比普通车厢小得多，外面焊着拇指粗的钢筋。这36个劳改犯被一个个押上车，2个司法人员坐进了车厢前部的小隔间，7个战士分散在车厢两端，枪不离手。车门从外面落了锁，这一下这趟车就不一样了。押着犯人呢，一路上谁都不敢马虎。列车从沈阳站再次出发的时候，天已经开始变了。出了沈阳，雨就来了。起初是细密的雨丝打在车窗上，像画了道道白线。走到沟帮子的时候，雨就变了，变得不是下雨，是泼水。天像是被人捅漏了一样，雨幕厚的连前方几十米外的铁轨都快看不清了。司机的瞭望窗上，雨刷器拼命地摆，前面还是一片模糊。夜里11、2点的时候，前方来信了。锦州的6五河大桥和辽河大桥被暴涨的洪水冲垮了，一路上还有好几处路基出现塌陷险情，前方已经无法通行，车不能走了。沟帮子车站只是个小站，一共不过3、4条轨道，可这会儿被困住的车不止34次这一趟，前后越聚越多，货车客车挤在一起，调度室里的人急得满头大汗，有人把烟一根接一根的抽，整间屋子烟雾缭绕。更要命的是，34次本身是老车型，626号蒸汽机车是解放前的日本造和国产改造货，牵引力有限，如果要在这大雨天逆水往高处走，恐怕力不从心。站上的调度员和列车长商量了半天，有过一个想法，把车先退到上一站锦县。可电话打到锦县那边一问，锦县地势更低洼，洪水倒灌，站台都快淹了，去不了。往前是断桥，往后退是洪水，就这么搁在了沟帮子。可老停在沟帮子也不是办法，万一洪水漫过来，整列车都得泡在水里。这时候锦州站传来一个消息，他们派出了一个新型的2号牵引机头，是最先进的国产大连机车厂造的内燃机车，牵引力达到66000千克，想试着把这趟车拽到附近一个地势高的地方，一个叫杨卷的小站。那个站虽然小，建在山坡上，地势高，安全。2号牵引机头从锦州方向冒雨开了过来，他先挂上了整列12节车厢，试着拉了一把，车轮空转了几圈，没拉动。整列车太重了，加上轨道又湿滑，连新型机头也吃不住，那就分开拉。第一次2号机头挂上了8节客运车厢，一声汽笛长鸣，车轮在湿滑的铁轨上猛地转动了几圈，终于吃住了力。8节车厢被缓缓拉动，朝着杨卷站方向去了。剩下的3节被甩在了沟帮子站。邮政包裹转运车
内节压着劳改犯的特殊车厢，还有一节乘务员休息车厢，3节车厢，一台老旧的626号蒸汽机头。交接班的时候，值班员在一个沾了水渍的本子上记录下了时间。凌晨3点40分，按照计划，老机头将独自牵引这3节车厢，慢速跟在2号机头后面，等2号机头把8节车厢送到羊圈站卸下后，再回来接应，或者等水位稍退，老机头自行把3节车厢牵到安全地带。操作指令下达得很清楚，626机车独自牵引3节车厢，沿主线向羊圈站方向慢速前进，时速不超过30公里。凌晨3点40分，雨还在下。626号机车的锅炉压力表指针在绿色区间轻轻跳动，司炉把一锹煤甩进炉膛，炉火映的驾驶台红光一片，排气声在雨夜里低沉的轰响。列车缓缓驶离了沟帮子站，站台上的值班员目送着那3节车厢和那个老旧的机车头消失在雨幕中。雨大的什么都看不清，车开出去连30米就彻底融入了黑夜。他就这么走了，从沟帮子到羊圈站，正常速度下大约40-50分钟的车程。可是到了预定时间，羊圈站没有接到任何进站通知。1个小时过去了，没有。站上的信号员爬上了信号塔，拨动信号杆，打了几个电话到沿途各站问：34次的3节车厢到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再打给沟帮子站，那3节走了没有？走了。凌晨3点40分开的一台626机头3节车厢没到。沟帮子站的值班员心里咯噔一下，他重新翻了一下交接班记录，没错，3点40分，车次34次，由626型机头牵引，车厢3节。可他去哪儿了？从沟帮子到羊圈，这中间就一条线，连个岔道都没有，又没有隧道，又没有轮渡，一条铁轨在平原上笔直地铺过去，两旁是雨中的庄稼地。一列火车能在铁轨上消失。天亮了，雨也渐渐小了。沿途的巡道工被派出去，沿着铁轨来回走了不知多少遍。铁轨完好无损，没有脱轨的痕迹，没有事故的迹象，连个掉下来的螺丝钉都没找到。那3节车厢和1节机车头就好像在铁轨上被什么东西整个抹去了一样。辽宁省司法厅的人最先炸了锅。那3节车厢里有2名司法人员，7名公安战士，36名劳改犯，整整45个人，加上乘务员和司机，少说也得有50来号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消息很快就报上去了。铁道部震动了，国家安全局也来了人，大规模搜索开始了。那可是1968年，通讯手段远没有今天发达。铁路沿线的人一个一个的问，沿线城镇一个一个的查，解放军也被调来参与搜索，沿着铁路两侧10公里、20公里地走。可除了密密的庄稼地和偶尔几座村庄，什么都没有。那辆626号机车连同3节车厢，带着车上所有人，就像被一个巨大的黑洞吞了进去。这一找就找了3年。3年过去了，到1971年9月底，这是个特殊时期。就在那几天，正传闻有人坐飞机从天上掉了下来，全国上下都在议论这件事儿，人心惶惶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河北省景行车站深夜1点20分，一辆火车无声无息地停靠了。值班员当时正在小屋里打盹，突然听到外面传来蒸汽机车的排气声，那种呼哧呼哧的声音和当时国内已经大面积换装的内燃机车完全不同。他掀开帘子往外一瞧，月光底下停着一辆老式蒸汽机车，后面挂着3节车厢，车头的外形他没见过，年头应该不短了。车上有人跳下来，穿着灰扑扑的旧式路服，大步朝值班室走来，一进门就说：“我们这车要加水加煤，麻烦给接一下。”值班员打量了他2眼，问：“你这车从哪儿来的？”“从长春来的。”“到哪儿去？”“到北京。”“车次呢？”对方愣了一下，没说车次，只说：“我们没有临时停靠通知，可我这是正班车，不能挡着路，你给我加上吧，我马上就走。”值班员犹豫了一下，大半夜的，车上的人看起来也挺老实，估摸着是某趟抢险车或者临时编组。他打了个电话给调度室，调度说：“
查不到这趟车的通知。但既然停都停了，先把水煤给加上，别挡了正线。加完了，你得让他拿调度单来。值班员就出去忙活了，接上水管，又从煤台给补充了一批煤。蒸汽机车加水加煤是个体力活，折腾了小半个钟头。水加完了，煤也填满了。值班员拍拍手，对那人说：“调度单拿来我看看，我得上去核实一下。”那人表情明显紧张了一下，拦住他：“我车上押的是犯人，你不能上来。”恰在这时，车厢门开了条缝，里面有2个穿着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站在门口，表情严肃地看着值班员。其中一个说：“同志，这车上压着人，请你不要上车。”值班员愣了一下，心想这阵仗还真不小，他也没再坚持，就在下面等着。车上的人把一张调度单递了下来，他拿着手电筒照了照，上面糊里糊涂地填了几行字，字迹潦草，大概能看清的只有发站和到站。长春、北京他也没太细看，把单子收起来。那人上了车，汽笛呜的一声长鸣，机车排气声厚重地响了，车轮缓缓转动，火车开走了。第二天天亮，景行车站把那张调度单往上递到了调度中心。调度中心的调度员接过单子一看，眉头就皱起来了：“你这调度单底怎么回事？车次没写，下面签字也没有。发站长春，到站北京，这就完了。”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突然发现了更不对劲的地方。日期，调度单上填的发车日期写的是1968年7月31日。调度员愣住了，他又看了一遍，没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1968年7月31日，今天是1971年9月29日。这张调度单上写的是3年前的日期。调度员沉默了几秒钟，手指敲着桌子，慢慢开口：“你昨晚接的那辆车恐怕有点问题。”消息一级一级报了上去。3年前参与过搜索的那批人再次被紧急召集，河北省铁道厅、司法部门立刻介入。然而这辆车就像3年前一样再次消失了。铁路沿线所有站点都接到了电报和电话，逐级查询，可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报告说见过一辆老式626机头拉着3节车厢出现。人们又开始找了，这次的范围更大，不只是辽宁和河北、华北地区的铁路线几乎都排查了一遍，一无所获。又找了2年，没有。事情渐渐沉寂下来。到了1974年12月，这个月的山西干冷，娘子关车站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条线路上。这天夜里，寒风刮得铁轨上的霜冻发白，2个巡道工沿着铁路线做例行检修，顶着灌脖子的风，正缩着脖子往前走。突然，其中一个叫小杨的年轻人停住了脚步，拉了拉同伴的袖子：“你看，那是什么？”远处站台上，月光底下停着一辆火车。2个人走近了一看，是一辆老式蒸汽机车，车头前还挂着号牌，后面拖着3节车厢，车厢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玻璃上糊着一层厚厚的灰，从外面看根本看不清里面有什么。可问题是，这辆车什么时候进站的？站上没有接到任何进站预告，也没有调度通知，它就像凭空出现在那里一样。2个人快步走上前去，站台上没有一个人下车，但能隐约感觉到车厢里有人活动的动静。一个穿着灰旧路服的男人从机头那边绕过来，看着他们：“同志，你们这车是哪儿的？去北京的。从长春来，那你们怎么停这儿了？这不下大雨吗？我们避一下雨。”巡道工一愣，他转头看了看天上，头顶是一轮清亮的冬月，星星稀疏地闪着光，天气晴朗的没有一丝云彩。远处的山脊线在月光下清晰可见。他回过头来，声音有点干涩：“同志啊，这是12月份，哪儿来的大雨？”2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空气突然安静了几秒。对面那人也不说话，站在原地，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小杨使了个眼色，压低声音说：“我觉得不对，你在这儿盯着，我去叫站长。”他拔腿就往车站跑。铁路上的石子硌得脚底板生疼，他顾不上这些，拼命地跑到站长那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情况。站长一听，脸色立刻变了。他当了20多年铁路，
从来没听说过有列车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站台上。快！站长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抓起大衣，快叫人全员出动。一群人撒腿就往那个方向跑。从车站到停车的站台，大概也就1-2公里的距离。沿着铁路走，弯弯绕绕，得跑一阵子。站长带了6-7个人，手电筒在黑暗里晃来晃去。远远的，他们已经看见了那辆车的轮廓。老车头，3节车厢，还停在那里。就在这时候，突然，一片白色的东西从4面8方涌来。那不是一般的雾，是那种歘一下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的雾，浓得像一堵墙。它没有前兆，没有过渡，一瞬间就把那列火车从头到尾笼罩得严严实实。他们站住了脚，前面什么都看不见了。手电筒的光打进去，被那团白色的东西吞得干干净净，就像照进了一个没有底的空洞。站长定了定神，开始喊：小杨，杨学明，你在不在？在呢，在呢。雾里传来小杨的声音，听起来不远。我正跟车长聊天呢。你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啊。站长，你们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你们？这雾怎么这么大？站长的音量提高了。车还在不在你旁边？在啊，就在我跟前儿，可我也看不见他了。站长一跺脚，所有人跟我进去。几个人一头扎进了那片白雾里，前后不过几分钟，确切的时间谁都说不上来，只感觉周遭的冷意突然加剧，寂静的只剩自己的脚步声和心跳声。他们摸到了铁轨，摸到了枕木，摸到了站台边缘，可是铁轨上空了，没有火车，没有车厢，没有机头，没有小杨。他们吼了几嗓子，没有人回应。之前的脚步声、说话声全都消失了，就像被那团雾吸走了一样。雾来得急，去得也快。没几分钟，那团白色的东西开始变薄、变淡、消散，月光重新洒下来。铁轨上干干净净，那辆老式火车连同3节车厢，就这么从铁轨上消失了。小杨也不见了。一群人面面相觑，站长手里的手电筒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4天之后，山西侯马一个3等小站，站台上坐着一个男青年，穿着一身铁路制服，上面附着一层灰。他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旁边有人经过，跟他说话，他不理睬，问什么也不回答，目光直愣愣的，像是魂魄不在身体里。车站的工作人员走过去，蹲下来翻了翻他胸前的编号，不是本段的。再一看单位栏，杨庄客运段。这不对啊，这儿离杨庄差着几百公里呢。消息发出去一问，娘子关车站那边立刻就炸了，是我们的人杨学明，我们正满世界找他。人接了回来，杨学明穿的那身制服上还带着他失踪那天傍晚出门时的灰土。他的脸冻得发白，嘴唇干裂，眼神空洞。那些天他去了哪儿？他怎么从娘子关到了侯马？他经历什么了？没有人知道。有关部门的人来了，坐在他面前，问小杨：你怎么上的那辆车？杨学明不说话，眼睛看着前方，一动不动。车上还有谁？司机呢？检察官呢？那36个人呢？你看见什么了？他一句话不说，再问，一句也不说。后来再也没有人从他嘴里问出过半个字。那年他才26岁。不久之后，铁路部门给他办了提前退休，他回到了家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一直到现在，他还健在。真名杨学明，他这辈子再也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在那个多雾的冬夜，他到底看见了什么。1982年3月，626型牵引机头已经基本退出了中国铁路系统的现役。中国的铁路上跑的都是东风型、东方红型的内燃机车，跑得更快，拉得更多，也更可靠。那批老旧的蒸汽机车大多被送进了仓库、博物馆或者废铁厂。可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辽宁省清河门煤矿附近，夜里来了一辆蒸汽机车。这个煤矿有一条货运专线，平时跑的都是运煤的货车。可这天夜里，值班员看到一个大家伙顺着主线滑进了专线的侧道。一辆蒸汽机车拉着3节车厢，停在了加水加煤的水鹤旁。值班员很年轻，刚上班不到1年，从来没见过这种车头。驾驶室上方伸出的烟囱特别粗短，锅炉外壳上有铆钉，
个头比他在教科书上见过的老古董还要旧。他走过去，抬头打量了半天，问了一句：“你这车哪儿来的？”“从长春去北京的。”“对。”这人指了指车头的仪表盘，“你这车速表都没有呢。”车上的人顿了顿，答了2个字：“丢了。”“车次呢？”“34次。”年轻的值班员愣住了。他虽然上班时间短，但这个车次名他隐约在同事聊天时听说过。那是一趟失踪了很久的车，有人说是铁路史上的终极悬案。他张了张嘴，扭过头，压低声音对身边的同事说：“赶紧报警。”然后转回来，试图再问点什么。可车上的人不再跟他说话了，他们沉默地加完了煤和水，动作机械而快速，像在赶时间。然后所有人上了车，警车的声音远远传来，红蓝灯在夜色中闪烁。那辆火车不慌不忙地启动了，蒸汽从气缸中排出，发出沉重的呼哧呼哧的声响。车轮缓缓转动。“你不能走！”值班员在下面急得喊。没人理他。那辆626号机车拖着3节车厢，沿着铁路专线慢慢悠悠地向前走，消失在夜色中。辽宁省铁道部沿途的下一站新丘胡蒙县全部接到了报警电报和电话，沿线严阵以待。可是没有人再见到那辆车，它又消失了。90年代以后，若隐若现的身影。199几年，香港回归前后，山西潼关车站，一辆老式626机车车头出现在货运线上。值班员走近的时候，发现车头上布满锈迹，很多地方的漆已经一块一块的剥落了，可它还在冒烟，锅炉还在运行，明显不久前还在跑。站上的人拦住了他，确认了车型，626型。但这次那辆车没有长时间停留，等工作人员拿着登记簿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不久之后，有消息说在河南一个2等站发现了那趟车的邮政包裹转运车，锈迹斑斑地停在一股废弃的轨道上，车身上的邮政标志已经几乎脱落，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车厢的门虚掩着，里面散落着一些早就发黄发脆的纸张和布匹。消息上报后，专业人员赶到现场取样取证，做了大量比对工作，种种特征表明，这节车厢就是当年34次列车的那节邮政车厢。真相似乎在浮现。可是，关键的3节车厢里，那节压着36个劳改犯的特殊车厢仍然下落不明。紧接着同一年年底，河北省秦皇岛市下面的一个货运站，又是一辆老式火车停在了站台上，但这次不一样，车上有人下来了。快，我们车上有人得了心脏病，快联系医生。值班的人吓了一跳，下来的人穿着一件上世纪的铁路工作服，蓝色粗布，样式老得让人怀疑他是从博物馆里跑出来的。他看起来非常焦急，不停回头张望车厢的方向。一个值班员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另一个值班员试着跟他聊天：“你们这车从哪儿来？”“长春。”“要去北京丰台。”“你车上装的什么？这车是哪个段的？”那人没有回答。救护车很快来了，但货运站的站台太窄，车身太靠近铁轨，救护车开不到火车旁边。随车医生说，既然到不了跟前，那就把人抬过来吧。几个铁路工作人员就上了那趟车。上车的一瞬间，后来其中一个人回忆说，车上特别冷，冷得不正常。那种冷不是冬天户外的干冷，是一种阴冷，像走进了地窖或冰库的感觉。车厢里的温度明显比外面低了好几度。几个人扯着褥子铺在担架上，上面盖着白色被单。他们抬着一个人下了车，放到地上。整个过程中，车上那几个人，穿着旧式铁路服的那几个，既不帮忙也不说话，就站在车门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怎么这么牛啊，这帮人！旁边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他们还没看清这趟车的车次编号，火车就启动了。机车的汽笛声沉闷地响了一声，排气声一起，车就走了。救护人员低头一看，担架上的人已经去世了。法医初步判断像是冻饿而死，但仔细检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更明确。心脏病按照铁路上的规矩，列车上有人死亡必须要有转运单。随车医生在死者的口袋里找到了一个硬纸板做的转运单，
上面填写的信息用的是旧式的表格样式，抬头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制的字样，和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完全不一样。一看日期和车次，34次列车，上个世纪的车票底单。收到消息的有关部门立即派老干警、老法警赶到了现场。那几个人围在死者面前，端详了很久，他们的表情变了，是当年在押的犯人。在场的年轻警察面面相觑，30-40年前的案子，现在还有人认识当年的犯人。没错，连我能认出来。一个快退休的老法警说，他的手在微微发抖。1968年经我手押上那趟车的36个人里的一个，我清清楚楚记得他的脸。可他的刑期按照法律规定，早在70年代就应该结束了。如果一切正常，他本应该在许多年前就被释放回家。更诡异的是，这个人冻龄了。在场的人发现，这个死者的面容几乎没有岁月的痕迹，他已经去世，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尸体还没有出现任何腐败迹象。可他的脸就和押上车那年一模一样，没有多出来的皱纹，没有新添的白发，没有岁月的改变。20多年过去了，他没有变老。2004年，最后的车厢。2004年，山西省山阴县，这里有一条煤炭交通线，平时跑的都是运煤的重载货车，铁路两侧长满了杂草，夏天的虫鸣声此起彼伏。有几个小孩放了暑假，在铁路边上捉昆虫。其中一个孩子是个火车迷，常年搜集各种火车模型和车型资料。他远远看见远处停了一辆火车，他从来没有在现实中见过那种车型。我去看看，他兴奋地跑过去了。走到跟前，一个穿着绿色军装的解放军叔叔突然从车厢上歘一下跳了下来，拦住了他。小朋友，离远点儿，我们正在执行任务。孩子好奇地仰头看了看，这个叔叔穿着老款的军服，绿色的确良布料的65式军装，帽子上的红五星在阳光下很显眼。叔叔，你们从哪儿来呀？小朋友，去一边玩去。解放军叔叔板着脸，语气很温和但坚定。不是，叔叔，你这车是什么车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解放军叔叔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蹲下来问他：小朋友，这是哪儿啊？雁北站啊，这地儿归哪儿管？山西啊。解放军叔叔没说话，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远处的山，然后站起来说：去玩去吧，别靠近铁轨。几个孩子实在是太好奇了，哪儿舍得走，他们蹲在远处一个土坡上等着。他们想看看这辆奇怪的老火车到底怎么开走的。可天公不作美，夏天的天气变得快，没一会儿乌云就堆了过来，突然下起了大雨，雨下得又急又猛，像一盆接一盆的往下泼。孩子们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实在等不下去了，淋着大雨跑回了家。第二天，雨停了，孩子们又跑到昨天那个地方，没有车，铁轨上空荡荡，铁轨上面的积水和泥泞已经被上午的太阳晒干了些。可是有一节车厢被留下来了，锈迹斑斑的一节车厢孤零零地停在那段铁轨上，车厢上的绿漆已经剥落殆尽，露出下面铁锈色的金属，铁皮上布满岁月的痕迹，好像已经在野地里风吹日晒了几十年。车门上的铰链已经完全锈死，车窗的玻璃碎了几块。消息很快传到了有关部门，经过专业人员对车厢编号、构造特征、内部残留物的反复比对、鉴定，结论是，这节车厢正是当年34次列车失踪的那节邮政包裹转运车。整辆列车中最关键的最后那节压着36名劳改犯、2名司法人员和7名公安战士的神秘车厢，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列车剩下的最后一块残骸回到了世人面前，但等待了那么多年后，出现在人们眼中的只是一节锈得几乎看不出本来面目的空壳。从那以后，34次列车再也没有出现过，没有人知道那辆626号蒸汽机车到底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在1968年那场暴雨之夜，误入了一条废弃的旧支线，被山体滑坡掩埋在了地下。有人说，他驶入了一片磁场异常的区域，遭遇了某种未知的空间紊乱。也有人说，那辆车上的人，无论是押车的官兵、乘务员，
还是那36个劳改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消失了。在他们的感知中，火车一直都在按部就班地跑着，一次加水，一次加煤，一次临时停靠，对他们来说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夜。一天，一个寻常的换班，他们在自己的时间里重复着1968年7月1日到7月2日凌晨的那段旅程。一个老铁路退休之后，有次喝酒时跟几个老熟人提起这事儿，说到最后，他端着酒杯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缓缓说了这么一段话：那36个人上了车就没下来过，车上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外面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两拨人隔着一个东西，你说隔的是啥呢？时间还是别的什么？他摇了摇头，干了一杯酒，没有再说下去。没人说得清。34次列车，这辆626号老式蒸汽机车，连同他后面拖着的3节车厢，就着无数个阴雨的夜，在中国的铁轨上不停地不知疲倦地跑着，或许还在跑着。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还在不在铁轨上。他从那场暴雨中驶出，驶入了漫长的黑夜，一个没有终点的黑夜。